此次 F-22隐身战机的大规模集结参演，看似是美国空军强大尖端战力的体现，但实际上，这一切的背后却也暴露出了一个美国空军的致命缺点：必须要远离中国部署。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隐身战机毫无疑问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制空战斗机型，凭借其独特而强大的隐身性能，制霸万里长空。独特的隐身能力对非隐身战机有着强大的跨带向下碾压优势。传统的非隐身战机在隐身战机面前犹如睁眼瞎，只有到了非常近的距离，才能有效侦测发现隐身战机。这在实战中意味着只有被吊打的份。目前世界上的隐身战机种类并不算多，美国的 F-22隐身战机就是其中名气最大、最早量产并列装部队的强大隐身战机，至今仍然保持着多项优势，号称是世界最强。近日，美国空军就大举抽调多达25架 F-22隐身战机，组成空中集群奔赴亚太地区，参加代号太平洋钢铁2021的大型联合军演。此次 F-22隐身战机的大规模集结参演，看似是美国空军强大尖端战力的体现，但实际上，这一切的背后却也暴露出了一个美国空军的致命缺点：必须要远离中国部署。据美媒相关报道消息，参加本次太平洋钢铁2021联合军演的美军 F-22隐身战机集群，将从美国本土的阿拉斯加州埃尔门多夫理查森联合基地与夏威夷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起飞，转场至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以及位于该岛以北约100英里外的天宁岛国际机场部署。根据计划安排参加本次演习。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肯尼斯·威尔斯巴赫则透露，参与本次演习的所有美国空军战机将会全面分散到演习区域周边的各个机场分散部署，轮换值班，借助本次大规模调动演习来专门演练分散部署的能力。过去以往的集中部署模式在本次演习中将不会存在。比起美国空军大规模集结调动 F-22隐身战机参加演习，其所执行的分散部署模式实际上才是更加值得关注的要点。事实上，美国空军将诸如 F-35、B-2、B1B、B52这些先进昂贵机型，由集中部署转为分散部署，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举个简单的例子，驻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曾经是美国空军全球最大的海外战略轰炸机部署基地。该基地规模庞大，设备完善，进驻着美国空军战力强大的 B1B 和 B52两款战略轰炸机联队，时不时还会有更加强力先进、号称飞行金山的 B2隐身战略轰炸机进驻部署。将这么多的战略轰炸机部署一地，足见该基地对美国空军的重要性。安德森空军基地也由此成为了美国空军扼守并战略威慑亚太水域的关键战略要地，至少曾经是这样。但也就是在去年，美国空军却做出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战略轰炸机部署调整，将安德森空军基地常驻的 B1B 与 B52战略轰炸机全部移防进驻美国本土，不再选择集中部署在安德森空军基地。尽管美国空军宣称这只是正常的部署调动，这些战力强大、作战半径10分之远的战略轰炸机，即便是部署驻扎在美国本土，也依旧可以保持如原先那样的强大战略威慑力，可以继续执行原先制定的所有任务。但依旧有嗅觉敏锐的军事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安德森空军基地早已被中国的东风26中程弹道导弹纳入射程范围之内。伴随着美国对中国挑衅的一再升级，美国空军将不得不考虑安德森空军基地在战时遭受中国中程弹道导弹打击的可能性。美国空军的此番异常调动，只是为了避免宝贵的战略轰炸机部队在开战伊始就被中国的中程弹道导弹一锅端。除此以外，美国空军在亚太的其他部署也能证明这一点。驻日美军近些年来的隐身战机部署模式也在急剧变化。过去以往大量集中部署在加首纳空军基地的 F-22隐身战机部队已然消失不见。所有这一切都能说明，美国空军越来越受制于中国的中程弹道导弹强大威慑力，并因此做出部署模式上的重大调整。过去的集中部署模式不复存在，调动更加复杂，战力更加分散，作战效率更加低下，但却能够有效维持作战力量战时存活率的分散部署模式，
开始受美国空军所青睐。客观来说，美国空军此次从本土大举抽调25架 F-22隐身战机，而不是从包括驻日美军在内的海外基地抽调，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美国空军部署在海外的先进机型总数在减少，并且越来越重视分散部署的战机转场调动、协同配合，为此不惜远道而来进行专门的演练。于美国空军自身而言，这种被迫分散力量、远离中国本土、逃出东风导弹射程之外的部署模式，在战时必然会面临部队调动所需时间更长、空中力量短时间内难以大量集结、必须长途奔袭作战的糟糕情况。这实质上是一个致命的缺点，同时也是中国火箭军部队的东风导弹强大战力的体现。